今天我们来聊聊韩国，聊聊那个比低生育率更可怕的真相。南韩近年来以华丽的流行文化与经济成就闻名全球，从夯遍世界的 K-pop 到高速发展的科技产业，表面看来光鲜亮丽，然而许多年轻人却在私底下苦笑着称自己的国家为地狱朝鲜。为什么一个外表繁荣的国度里头的年轻世代却感到如此绝望？这背后究竟隐藏着什么样的残酷现实？我们知道，南韩正面临一场前所未有的人口危机，出生率跌至全球垫底。2022年，南韩的总和生育率不到 0.8， 几乎是每对夫妻一生平均生不到一个小孩。这个数字远低于人口维持世代更替所需的 2.1， 也低于邻国日本的约 1.3， 更创下有记录以来的最低纪录。每年出生的人口不断减少，2020年更首次出现了死亡人数超过出生人数的交叉点。南韩政府甚至将低生育率视为国家灾难，投入巨资希望鼓励生育。听到这里，你可能以为这就是南韩社会最大的隐忧，但实际上对年轻一代而言，还有比不生孩子更让人恐惧的事，那就是令人震惊的高自杀率与无处不在的绝望情绪。根据统计，南韩的自杀率常年高居经合组织成员国之首。2019年，南韩共有约13000人自杀，平均每天有将近38人以极端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更可怕的是，在15岁到39岁的南韩年轻人中，自杀已经连续多年成为第一大死因。换句话说，一个南韩年轻人最有可能死去的原因，不是事故，不是疾病，而是自己放弃生命。这听起来多么令人心痛！南韩社会接连不断地传出年轻人轻生的消息，演艺圈尤为触目惊心。过去10几年间，已有40多位明星选择自杀离世，从外表光鲜的偶像艺人到普通学生、上班族，忧郁与绝望像一场流行病般蔓延在年轻世代。有人嘲讽南韩是自杀共和国，甚至将自杀戏称为这个国家的国民运动。这种黑色幽默的背后，是年轻人对现实环境的无奈与麻木。试想，一个社会的未来栋梁纷纷以如此极端的方式告别人世，那表面的荣光又还有多少意义呢？到底是什么把原本意气风发的年轻人逼到了崩溃的边缘？如果我们深入探究南韩社会，就会发现造成年轻世代撑不住的原因，是经年累月积累的多重压力和结构性矛盾。这一切得从南韩惊人的发展历程与社会文化说起。南韩在过去半个世纪里创造了经济奇迹，从1950年代战火纷飞的贫困，到21世纪成为全球第10大经济体，国民所得突破3万美元。在高速成长的背后，韩国社会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包括全民竞争、长时间工时以及对成功的极度渴求。为了推动发展，政府和企业曾经激励出激烈的竞争文化，也实行过一些如今看来影响深远的政策。举个例子，很多人不知道，南韩其实是全球最早推行计划生育政策的国家之一。早在上世纪60年代，韩国政府就透过家庭计划法积极倡导少生育、养育好的理念，鼓励每对夫妻只生育2个孩子，甚至对多生子女的家庭提高税负。这项政策持续了30多年，直到1996年才宣告终止。政策终止时，南韩社会的人口结构和观念已经被深刻改变，几乎整整一代人习惯了小家庭、少子女的生活。生儿育女在许多人眼中，从家庭自然而然的选择，变成了一笔需要深思熟虑的经济账。南韩生育观念的转变并非一朝一夕，导致之后人口趋势难以轻易逆转。2002年至2004年间，南韩生育率一路下探到平均 1.2 的历史低点，逼近人口学上所谓的低生育陷阱门槛 1.3。 然而当时政府却错失了黄金的应对时机，直到2005年才开始出台鼓励生育的公共政策。等到想踩刹车时，社会的生育观念早已定型，要扭转颓势可谓难如登天。低生育状态引发一连串连锁反应，包括适婚适育、人口减少，年轻一代对婚姻和养育子女更加却步，
最终整个社会进入一种自我强化的恶性循环。然而，如果只有人口政策的失误，还不足以让年轻世代如此绝望。更大的问题在于，南韩年轻人从出生开始就身处一个压力如山的竞争环境中，被多重结构性难题压得喘不过气来。这些难题包括残酷的升学竞争、严峻的就业压力、疯狂攀升的生活成本和房价，以及根深蒂固的长工时文化和传统的家庭期待。当代南韩青年所面临的处境，可谓前有堵截，后有追兵，让人无法轻松生活，更别提对未来抱有乐观。首先是从小开始的教育，竞争地狱。南韩的家长和孩子几乎从幼儿园、小学阶段就展开了一场没有终点的竞赛。为了让孩子赢在起跑点，无数父母砸下重金，送子女参加各种课后补习班。根据南韩教育部的资料，全国中小学生参与课外补习的比例已经突破80%。许多家庭将可支配所得的3-4成都投入在子女教育上，从放学后的数学、英文补习，到周末的钢琴、美术，甚至马术课，孩子的日程被排得满满当当。对韩国青少年而言，晚上读书读到深夜是常态，每天学习16到18个小时并不罕见。在南韩有一句令人啧舌的俗谚叫4当5落，意思是每天睡4个小时，可能勉强挤进理想大学，但若睡满5个小时，就会与名校无缘。想象一下，连睡觉都不敢多1个小时，这样的压力怎能不让年轻人身心俱疲？难怪调查显示，南韩儿童与青少年的主观幸福指数在经合组织国家中敬陪末座。许多韩国孩子从小就感受不到快乐，甚至有高达1/5的青少年曾经产生过轻生的念头。可以说，在南韩要成长为一个成功的成年人，首先得经历一场魔鬼般的青春炼狱。经历了高考、地狱，熬进大学或者退伍，踏入社会后，年轻人面对的却是另一重高墙，就是就业与职场的残酷现实。韩国的就业市场竞争同样激烈，每年毕业生人数众多，但理想的饭碗却远远供不应求。许多大学生一毕业才发现，想进入大企业或考取公职非常困难，不少人只能从事临时合同工或兼职工作。根据统计，南韩目前将近一半的工作人口属于非正式雇用，也就是所谓的一回用劳工，指的就是拿着临时合约没有保障的打工族。他们与正职员工几乎同工同酬，却随时可能被解雇，对未来毫无安全感。可以想象，在一家公司里有将近一半的同事处于这种用完即弃的状态，年轻人的精神压力该有多大？更何况，韩国企业文化以严苛著称，职场上讲究长幼尊卑和服从，上下班时间常常只是参考，实际上班族经常要加班到深夜，因为主管不走，下属也不敢先走。过劳死在韩国并不是新鲜事，不少年轻人在刚踏入职场时就已经饱尝身心俱疲的滋味。2023年，韩国政府一度打算放宽法定工时上限到每周69小时，以便让公司在需要时要求员工长时间加班。然而，这个提议遭到年轻世代的强烈反弹，他们纷纷表示自己已经够累，认为即使当前制度规定每周上限52小时，许多人仍被迫超时工作，再放宽简直是在要他们的命。最终，政府不得不暂缓这项政策。这场风波凸显了世代之间对待工作与生活平衡的巨大鸿沟，也让人看清年轻人心中的愤怒与不满，觉得连喘息的机会都要被剥夺，活着还有什么乐趣？除了工作本身的压力，经济上的重担更是让年轻人透不过气来。其中最沉重的2座大山，莫过于房价和育儿成本。先谈房价，在首尔这样的都会城市，买房对年轻人而言几乎是遥不可及的梦想。过去5年，首尔核心地段的房价累计飙涨了 120% 以上。如今在首尔买一套普通公寓，平均价格已经站上12亿韩元，折合新台币约3000万元以上。关键要看房价收入比这个指标，国际普遍认为合理水平是房价约为家庭年收入的5倍，但首尔的房价收入比竟然飙到将近17倍。换句话说，一对年轻夫妻不吃不喝存钱，也要将近17年
才能买得起一套房。更现实的是，许多青年即使借贷勉强买房，每个月光房贷就要吞掉他们超过60%的收入，育儿储蓄账户根本无从谈起。这就逼得年轻人面临残酷的2选1抉择，要么咬牙买房背负巨债，要么干脆不婚不生。在南韩社会的不成文规定，就是男人结婚前最好要先买房，有了房子才有资格谈婚事。这使得许多年轻人干脆选择避开婚姻与家庭。更令人扼腕的是，近年来房市的不稳更导致一些年轻人陷入绝境。南韩独特的全租房制度原本是许多年轻租屋族为了省房租会选择的模式，其做法是租客一次性支付房屋价值的一半以上做押金，就能免费入住2年，期满后房东需全额退还押金。然而在景气下行、房价下跌的情况下，不少炒房的房东资金链断裂，无力退还押金，酿成所谓的全租房暴雷事件。2023年爆出的全租房诈骗案件中，有至少8名20多岁到30出头的年轻受害者因此倾家荡产，走上绝路自杀。对这些年轻人而言，辛苦存了半辈子的钱想安身立命，没想到一夕间房财两失，人生彻底陷入了绝望。房子本该是最基本的安身之所，如今却成了压垮年轻世代的最后一根稻草。谈完住房，再看看育儿成本这个无底洞。许多韩国年轻夫妻不愿生孩子，最大原因之一就是觉得养不起。现代韩国父母对于子女的投入近乎疯狂，前文提到的补习开支只是其中一部分，还有各种隐性的高额花费。从孩子一出生，母亲可能就必须辞职在家，专心带娃，因为公共托育资源供不应求且费用高昂。等孩子稍微长大一点，为了让他不输在起跑线上，父母要帮他报各种才艺班，购买教材，请家教。一位南韩年轻母亲的心声道出了许多人的无奈。她说自己的生活还没稳定，就算勉强生了小孩，又拿什么去养？难道要让孩子跟着自己一起吃苦吗？许多女性担心，一旦结婚生子，自己的人生将被困在家庭和职场双重压力的夹缝中，既要赚钱补贴家用，又要扛起照顾孩子的重担。在韩国职场对孕妇和职业妇女并不友善的情况下，女性一旦离开工作岗位去生养孩子，日后要重返职场往往困难重重。因此，越来越多受过高等教育、在意个人成就的年轻女性，干脆选择不婚不育，以保全自己的生活品质和精神健康。从男性的角度来看，也有类似的苦衷。他们面对高昂的养家成本与买房压力，很多普通年轻男性认为自己没有能力给未来的家庭足够的经济保障，倒不如避免踏入婚姻含生育的泥淖。就这样，南韩形成了一个独特的不婚不生世代，年轻人对传统家庭生活敬而远之，宁可过单身的自由日子。长此以往，低生育率的困境自然更加恶化，人口迅速老化，陷入恶性循环。说到老龄化，这又是南韩年轻人肩头沉重的压力来源之一。由于年轻人口稀少，而老年人口比例节节攀升，南韩在2018年老年人口比率超过 14%， 正式跨入高龄社会。南韩统计厅预估2025年65岁以上长者将达到总人口的 20% 以上，也就是超高龄社会。老人变多了，谁来养老？过去韩国奉行儒家传统，养老通常由子女承担，但现在一对年轻夫妻往往要撑起4位甚至更多老人的晚年生活，而自己却不一定生得了下一代。更糟糕的是，韩国直到1988年才正式建立全民退休金制度，因此现今超过60%的南韩老人没有充足的年金可领，不少人被迫继续工作，甚至拾荒为生。南韩老年贫困率在经合组织国家中名列前茅，许多银发族的晚年生活十分凄凉。年轻人眼见长辈的处境，一方面心生悲哀，另一方面也感到深深的恐惧，等自己老了，会不会也落得相同下场？更有悲观者担心，国民年金的财务状况岌岌可危，若没有大刀阔斧的改革，基金可能在2040年代中后期耗尽。这意味着现在的年轻世代缴了一辈子的社保，最后却领不到养老金，
试问，在这种看不到未来保障的情形下，他们又怎敢轻易生儿育女，让下一代来承受同样的重担呢？综合上述种种，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何南韩的年轻人会感到撑不下去了。他们自嘲自己活在地狱朝鲜，意思是当前的韩国社会对普通年轻人而言宛如地狱，竞争无处不在，压力无时不有，无论如何努力都难以出头。除了大家熟知的地狱朝鲜这个称号外，他们还创造了其他讽刺性的流行语来描述自己的困境，例如所谓的 N 抛世代。最初人们提到3抛世代、5抛世代，随着放弃项目的不断增加，干脆用 N 这个字母来概括，代表无数多的意思。恋爱、结婚、生子这3件人生大事首先被放弃，接着连买房、交友乃至梦想与希望都一一抛弃。年轻人宣告，能放弃的我全都放弃，只求活在当下，不抱期待。这种自暴自弃的态度，正是对残酷现实的消极反抗。此外，还有SOHO族，指的就是独自生活的一群年轻人，还有所谓三明治族，形容那些夹在工作和照顾父母之间，压力沉重得喘不过气的一代。当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连恋爱都懒得谈，家庭也不想组成时，整个国家的生育率当然只会继续下滑。然而，对这些年轻人而言，拒绝婚育或许成了他们仅存的抗争方式。正如网络上一句讽刺语所说，牛马和奴隶所能做到的最大反抗，就是不再繁衍下一代的牛马。当感觉自己只是社会机器里被压榨的牛马，选择不婚不育，不延续这种痛苦，成了一种悲哀而无声的抗议。面对地狱般的现实，南韩年轻人各自寻找着出口，大致有3条典型的逃生路线。第一条是麻醉自己。如前所述，南韩的竞争压力巨大，许多年轻人只能透过酒精来暂时麻痹神经。韩国人爱喝酒是出了名的，有统计显示，2014年韩国成年人平均每周要喝下 13.7 杯烧酒，高居全球第一，比战斗民族俄罗斯还多出1倍多。酗酒当然有害健康，但对许多人而言，微醺的片刻反而成了难得的放松时光。透过酒精，他们才能假装看不见现实的残酷，让自己暂时逃离地狱般的生活。第二条路是逃离韩国。外界常以为韩国人民族主义强烈，非常热爱自己的国家。然而现实中，许多年轻人对故土已经心灰意冷。根据2016年韩国一项调查，有高达 78.6% 的受访者表示，如果有能力就想移民到国外，其中年轻族群的比例更是接近80%。也就是说，10个韩国年轻人里，差不多有8个动过离开韩国的念头。对他们而言，外国未必是天堂，但至少不像韩国这般让人绝望。不少年轻精英选择到美国、加拿大等地深造并留在当地工作，也有人干脆移居到生活压力较小的欧洲或东南亚国家。这股逃韩潮充分反映出南韩社会对年轻世代已经失去了吸引力，连爱国心都留不住想要出走的一代人。第3条路则近乎绝望，那就是彻底放弃人生。这里不仅包括前面提到的不婚不育是消极抵抗，也指更极端的选择，轻生。由于自杀现象普遍，年轻人甚至演化出一种黑色幽默的心态，用下辈子投胎来调侃他们当下的处境。他们戏言，这辈子既然身在地狱朝鲜受苦，那就期待下一辈子投胎能换个好国家吧。听起来像是玩笑，骨子里却透着无奈与绝望。当然，多数人还是不至于真的走上不归路，但他们在精神上呈现出一种躺平状态，对任何事情都提不起劲，对未来也不再抱有期待，只想浑浑噩噩过一天算一天。在这种集体丧志的氛围下，整个社会的活力与创造力势必都将受到影响。面对低生育率和高自杀率的双重夹击，南韩政府近年来也开始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不断推出各种对策。然而整体而言成效相当有限，甚至引发年轻世代的质疑。自2005年以来，
韩国当局为了提高生育率，可谓煞费苦心地推出各种措施，像是发放生育津贴、补助托儿费用、延长产假与育婴假等，还有地方政府举办各种鼓励单身男女相亲结婚的活动。然而，这些措施大多治标不治本。正如我们分析的，如果不从根本上改善年轻人的就业、住房和教育压力，光靠发几百万韩元的奖励津贴，根本无法动摇他们不婚不育的决心。事实上，韩国政府在过去15年间，据说投入了高达200多兆韩元的预算，用于鼓励生育，相当于数万亿新台币的天文数字，但出生率仍然年年创新低。同样地，在降低自杀率方面，政府和民间也开始采取行动，比如增设心理咨询热线，推广学校与企业的心理健康教育，要求媒体在报道自杀新闻时避免过度渲染细节等。只不过韩国长期以来对心理疾病讳莫如深，许多人即使罹患忧郁症也不敢公开求助，政策的推行也面临文化上的障碍。韩国社会一向强调拼搏进取与集体荣誉，许多长辈至今不太能接受年轻人撑不住的说法，在他们眼中坦诚自己过得不好仿佛是一种懦弱，因此年轻世代的压力往往得不到正视和疏解。最讽刺的是，社会上有评论指出，南韩最大的矛盾在于，一方面拼了命想提高生育率，另一方面却对居高不下的自杀率漠不关心。如果年轻人连活着都感到痛苦不堪，又怎会愿意为下一代的诞生承担责任呢？此时此刻的韩国就像一辆外观华丽但内部基建早已故障的跑车，它曾经在经济高速公路上一马当先，然而现在却亮起了红色的警示灯，代表年轻一代的幸福与希望正在迅速耗尽。如果无法尽快修复内部的问题，这辆跑车恐怕将在前进的道路上失去动力。南韩的人口正在迅速缩减，劳动力逐渐短缺，养老和社福的负担越来越沉重，而年轻人的创造力与干劲也可能随着绝望而消散。这不仅是南韩一国的危机，也是所有快速现代化社会的一面镜子。当一个国家过度追求经济数字的亮眼时，会不会忽略了人民最根本的幸福感？当整整一代青年都对未来失去希望时，所谓的成功还有多少意义？或许南韩社会还来得及做出改变。近年来也出现了一些积极的迹象，例如政府开始讨论更完善的年轻家庭资源政策，加大对炒房投机的打击力度。一些企业在尝试缩短加班，推行弹性工作制，而社会上关于心理健康的对话也逐渐增多。更重要的是，年轻世代本身也在努力发出声音，要求改变不公的结构。他们透过选票和网络舆论，迫使政治人物正视世代不平等的问题。也许在不远的将来，我们能看到南韩逐步走出这场困境，让下一代不用再以地狱朝鲜来苦涩地形容自己的家园。总而言之，南韩低生育率的背后映照出的是更深层的社会病灶。比数字更可怕的真相是整整一个年轻世代对未来感到深切的绝望。如果说人口减少是看得见的危机，那么青年人心中希望的熄灭则是看不见的隐忧，而且影响更加深远。当华丽的舞台灯光暗淡下来，韩国社会终将不得不直视幕后的真实。唯有让年轻人重新看到希望，他们才愿意为这个社会努力，愿意成家生子，让社会恢复良性循环。否则再多诱人的政策奖励，也只是治标不治本，难以挽回逐渐冰冷的人心。南韩能否解除这场世代危机，为年轻人打造一条可持续发展的光明道路，将决定这个国家未来的命运。毕竟，一个社会最宝贵的资源，不是 GDP 的数字，也不是表面的光鲜，而是那些仍怀抱希望、愿意奋斗向前的年轻灵魂。